Hello， 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豹女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还有他的一个刷野抓人思路技巧。像在这个版本的话，对打野来说，就是一个很那个什么，很那个。很考验基本功的一个版本。这里的话，他选择石头开，但我发现他前期是不是失误了？针眼没放出去，然后回家换了那个扫描。这里的话，利用人形态去远程屏内拉扯野怪。这里的话，来个稍微远的地方，因为它的 Q 技能是你飞出去的距离越远伤害会越高。这边的话可以看到男刀的刷野速度也并不慢，这边优先来吃这个河道蟹，对方翻墙过来，应该是发现河道蟹已经在被打的了，抢是抢不到了，直接去下路去拿那个河道蟹就行。像他玩那个豹女的话，有两种玩法，一个是肉装玩法，就是时光搭配那个这个是那个反射器，不对，投射器，说错了，灵能投射器这件装备第二局的话能看到，虽然说第二局已经输了，但第二局的话你们可以学习一下他做这套的效果怎么样。这里的话可以看到双人路其实可以尝试越塔的，这里面等级是压制对方，2个4级和1个5级，伤害是完全可以灌死的。这种的话必须得越塔出来，这个猫咪的话不能再越了，这个伤害这个血量可能直接送3个人头都有可能的。但虽然说它这里面是越塔成功了，但不太建议你可以看到，它只要这里面是基本上就是已经就是失误了一次，但只要失误第2下，那就得可能得换人头，就这波抓的话就是巨亏，而且这波的话是交了两个闪现吧，差不多。换3个版本是真的轻轻松松就越了，但这个版本的话确实很难。这把的话，对面男刀其实被压制了，倒还好。这局整体来说，安倍萨上单是有优势的。豹女这边帮他扩大一下优势就可以了。像安倍萨大招大上去的话，只要判断他的弱点就行了。这里还好 ，Q 技能命中了。如果那个被 Q 被小兵挡了的话，这波越塔就不好越了。
物被抓了，但那这波线的话，怎么都得进去，自己吃了就可以，问题不大。5分钟，巫妖已经掏出来了，这发育还速度有点蛮快的。火龙的话还是得控的，因为火龙的这个在这个版本里面优势很大。对面的吸血鬼的话是，虽然说只捡了一个人头，但他应该是带那种果子流的玩法，比如说像那个种子搭配果实天赋嘛，跟符文，这里刷也很快。可以看到先锋的话，对方是还没有碰的，那这样的话可以立刻去转过去，对面开始打了。安佩萨的话，大招进场可以秒掉对方的男刀了，可以的。那这样的话可以双资源拿到。来入侵一下对方野区，这个的话是越不了的。把对面的野区资源全部压缩掉，让男刀没有发育的空间。这里的话，临时判断啊，去刷把自家野区全部清空。其实像刚刚那波男刀的话，可以尝试直接来刷这边野区的，因为打野已经拿了双资源，时间太久了，可以尝试入侵野区。不过也有一个点，就是这边可能根本就一片漆黑嘛，对面做视野都没办法做到这边野区的话，确实也很难去说啊剑走偏锋的那种。但如果按这种节奏下去的话，对方是没办法直接惩戒起手啊 ，A 掉人头。但越塔是没办法越的，走就行了。直接尝试入侵对方野区。像就火龙龙魂的那个地图的话，中塔撞掉的话，然后你去入侵对方蓝红 buff 是很容易的，有优势就很容易入侵。所以这副地图就是如果就是野区是火龙的话，这里反扑秒到对面 C 位，再拿掉这个蓝 buff， 然后利用 Q 技能去远程 poke 对方就可以了。然后 W 拿来作为位移拉扯对方，这里再扑上来收掉人头，结束。持续战斗的话，安贝萨跟那个乌鸦确实很强啊。就是怎么说呢？说回到刚刚，只要一塔还在，你的视野就是一塔在中后期的作用，并不是说啊有多强，就是好处就在于它可以充当一个眼。你只要有这个眼，而且有伤害的一个眼，别人就不可能说啊肆无忌惮的去入侵野区。就是你退的时候，比如说他入侵野区，你去找他打架，打不过你可以立刻退回一塔，但他打不过，他没地方退，他只能往后逃，逃得不好的话，可能就得送1-2个人头，对吧？就这样子。
而且你可以看到蓝红这种火龙地图的野区啊，它的蓝红 buff 是这边是空的，没有隔断的。这里的话回家3件套，3件套以后对方是完全打不出，就是完全扛不出这个输出的。特别是他带的是这个叫什么暗黑收割。不过可以看得出来哈，这个版本的暗黑收割线上英雄比较好叠，打野英雄真的很难叠。如果现在英雄打野就是打架打的勤快一点的话，现在叠10层还是蛮容易的。这里扑上来一个 Q A 到，再 A 2下啊，直接咬死，伤害很爆炸。Q 技能标中了，这里扑了一手啊，游戏其实已经进入了尾声，把这条大龙拿到就可以推高地。这里的话，因为没有惩戒啊，但是还是很稳。利用大龙 buff 啊，是吧？而且豹女这个英雄，Q 技能也可以远程去 poke 对方。推完下路高地，再推中路高地，然后维鲁斯的话推上路高地，但感觉可以一波了呀！利用这条小龙利用这条大龙，毕竟还有40秒呢。3路兵线的一个推进。对面完全挡不住，扑上来咬一口，打残了，不要再追，因为对方交了血池。那个时间段是你没办法立刻打出后续伤害的话，就往后拉就对了。队友已经开始杀疯了。那行，第1局的话就到这了，后面还有1局，欢迎大家的收看。